快点走！哎呦，快点！我爹在里面炒菜呢。我爹最近学了不少菜，你快点来。弟弟，你快去把康康他们也喊来，都来吃咱爹做的菜。二丫顿时一溜烟地跑了出去。阿宝站在张府门口，他努了努小鼻子。姐姐，味道真的有点香呢。3天不见张叔叔，又要挖眼睛啦。赵阿宝啊，刮目相看这个词儿，我跟你说了不下20遍吧？啊？没有吧？赵将军，阿宝，快些请吧。老爷收到消息后，正在书房等着你们呢。管家快步地迎了出来。去往书房的路上，赵恒朝着管家问道：哎呦，这张将军什么时候学的做饭呢？看来这是改性子了。少爷不做官了，也没办法回军营了，觉得这日子呀有些闲散，便去梁家的酒楼里跟着师傅学了一些时日的炒菜。他觉得事情并不光鲜，所以小少爷们也是今天才知道的。什么叫不光鲜？不光鲜呐，你可以理解成不体面，说出来不好听。不对，我娘亲说过的，做什么都可以的，做什么都很好，都不丢人。以后我想去当看门的，我娘亲也会给我送饭吃。阿宝的声音很大，书房里的张尚书都听见了。一个大男人还没一个小孩子清醒，活在他人的眼光里简直是蠢。张尚书低声自言自语道。赵恒笑了笑，带着阿宝去见张尚书了。书房里，阿宝将刚才在家里遇见的问题告诉了张尚书。张爷爷，你说过的，当官要脚踏实地。我爹爹说，当家里的顶梁柱要站得高，看得远。到底哪个是对的哇？阿宝，你说说，你都有什么身份？张爷爷，我杏花街老大。一听这话，张尚书其实已经见怪不怪了。阿宝，那我问你，作为杏花街的老大，你需要做什么？我只需要能打架就好啦。除了杏花街老大，你还有什么身份？阿宝一时之间竟然想不出什么。哎呀，你是我的什么呀？阿宝的脑袋根本没有转过弯来，他下意识地接话道：姐姐。你再考虑一下，谁是谁爹？瞧见赵恒这脸色，阿宝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说错话了，他赶紧说道：你是我姐姐。那阿宝作为你爹的女儿，你觉得你需要做什么？阿宝瞅了瞅赵恒，小身子下意识地往张尚书旁边挪了挪，小声地说道：需要不能惹我姐姐生气，需要不能惹我姐姐生气，让我姐姐活得很久很久。除此以外呢？阿宝是不是还是个学生？那作为学生，你需要做什么呢？一说起这个来，阿宝比较有经验，他巴拉巴拉地说道：我不能上课吃东西，不能偷偷跟大鸭二鸭说话，不能画乌龟，不能……阿宝说了一堆不能，张尚书有些哭笑不得。阿宝，你看，你有很多个身份，每个身份都有需要担当的责任。当官就需要踏踏实实的给百姓们做好事儿，当掌舵人就需要站得高看得远，做正确的决策。所谓立场不同，做法不同，并不互斥。阿宝点点头，虽然他不是那么明白，但是也能听懂一些了。康康他们来了啊，爹先回去了，等你们吃完了，爹再过来接你。赵恒朝着阿宝说完，这才朝着张尚书道别。张尚书点头。康康他们一来，阿宝顿时开心地去玩了。张将军听见管家说他们要来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很是紧绷，甚至都影响到他的发挥了。瞧见他那有些慌慌张张的样子，走进来帮忙的张尚书说道：
别慌张了，赵恒回去了，就几个孩子在这里。啊，真的吗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听见这话，张将军长长的松了一口气。你炒的这些菜为何都如此呛嘴？爹，我去梁家的酒楼里跟一个蜀地来的师傅学的，光学做菜就给了他不少钱呢。那师傅明年就要回老家了。我去过蜀地，你这菜的味道似乎比蜀地的还辣一些。是啊，我又加了一些麻椒，绝对麻死这群小兔崽子。可你爹和你夫人都要吃饭。哎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爹，你没有吃漏吧？啊！张尚书纵使脾气再好，也不想搭理这个儿子了。张叔叔，这个肉丝做得好香啊！大鸭二鸭已经不说话了，就在一边疯狂地吃。确实好吃，张叔叔，你做的菜好像比梁姨的酒楼里还要麻辣，太好吃了，我能吃2个馒头。几个孩子一边辣得嘶哈，一边疯狂吃饭，想着要将这群娃给折腾一顿的张将军心想，竟然有点被感动到，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慢些吃，我让后厨准备了几道清爽的菜，少吃辣。张夫人坐在一旁，看着张将军能将菜做成这样，她心里多少也有了些安慰。张叔叔，你不出去摆摊卖肉丝吗？肯定很好吃的。这成何体统？咱们可不是商贾之家呀。商贾之家是什么哇？我家就是，因为我娘经商。那我们家也是，我娘也有铺子。商贾之家不好吗？张叔叔，我觉得不能有这样的想法，都是赚钱的法子。我堂堂一个剩下的话张将军说不出来了，毕竟他现在什么也不是了。我堂堂一个爹爹，我爹爹以前还带我去搬砖呢。是啊，赵恒以前那么大的官，都能整天出门遛笨闺女，我怎么就不能出去卖肉丝了？张叔叔，你可以在学堂门口卖，肯定赚。如果张叔叔不想出面，那我们去卖，不过你要分我们钱。你等我自己去瞧瞧再做决定吧。啊！我爹爹说了，不要管别人的选择，我们好好吃饭吧。几个娃立马开始吃了起来。也就在这时候，阿宝忽然歪着小脑袋朝着张尚书问道：张爷爷，我这个老大当得厉害吧？没错，阿宝当得不错。张爷爷，你看，我说吃饭大家都吃饭的，因为我打架最厉害。阿宝力气很大的，一脚都能把人给踹飞。我爹爹说过了，拳头就是厉害的。张尚书也忍不住啧啧称奇。不得不说啊，赵恒两口子教育孩子还是有两手的，只不过阿宝学习确实不怎么开窍。爹爹，我觉得我的嘴唇像2根小腊肠。赵恒低头一看，他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。不得不说，阿宝这个比喻实在是太贴切了。这孩子吃什么了？就这么好吃啊？太好吃了，就是特别的辣。赵恒没说话，就领着阿宝快步往赵府走了去。刚进了前厅，好了，去找你娘啊！我有一些急事要去书房呢。赵恒语速很快，听起来真的特别着急。阿宝也不敢耽误爹爹的事儿，小跑着就要去找哥哥。先去找哥哥，再去找娘亲。结果去找赵轩的半路上，阿宝正好撞见了赵轩。哥哥，将自己带回来的一根辣鸡腿递给了赵轩。哥哥，张叔叔做的，我给你带的，可好吃了。天哪，阿宝的嘴唇咋成这样了？赵轩啥都顾不上了，拎起阿宝
就朝着老药王的院子里跑了去。哥哥，你别拎着我玩，爷爷说了，吃完饭要自己走路的，这样才不会变胖。来不及了，明天再溜达啊！阿宝的嘴唇怎么肿成这样了？我对不起你们。不过我爷爷已经在家惩罚我爹爹了，让我爹爹抄10遍《道德经》。可是，一群肿着嘴唇的娃丝毫不觉得难过，反而阿宝听见大丫这样说，他一脸庆幸的表情道：“幸好不让我抄啊，张叔叔也太可怜了吧。”二丫无语的仰头：“可以吃辣的，但是不能吃这么多。我之前怎么跟你们说的？好吃也不能贪嘴呀。”耀爷爷，我们这样明天还能去上学吗？小朋友们会不会笑话我们呀？当你耀爷爷是做什么的？我给你抹个药啊，保管你明天早上好好的。啊？怎地？你们明天不想上学了？二丫缩了缩脖子，他也不敢说呀。至于一旁的阿宝，眼睛里也没有光了。瞅见阿宝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赵轩有些哭笑不得。阿宝还是这样，瞅着一个机会就不想去上学。老药王一个一个的给孩子们抹着药，一群娃又排队回去睡觉。路上，阿宝很是好奇的仰头问道：“哥哥，要是你去北周了，爹爹打我怎么办？”“你要是听爹娘的话，爹不会随便动手的。”“可是爹爹说过了，打小孩没有理由的。要是你不在家，他打我怎么办？娘亲要是野蛮，我打不过爹爹。”阿宝眼巴巴地瞅着赵轩，赵轩一时间竟不知道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了。“哥哥，你去北周能不能带着我玩？我也想去，我想小哥哥啦。”“阿宝，北周虽说地大物博，但气候到底冷了一些，而且哥很快就回来了。爹不是说过，等你从小学堂毕业了，我就能回来了，应当最多4-5年。万一我一直没办法毕业呢？哥哥就一直不能回来了吗？”赵轩一时也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，他摸了摸阿宝的脑袋道：“至于爹打你的事儿，他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打人的。倘若你跟我去了北周，爹娘不在身边，我也是要教导你的。你若是不听话闯祸，那我也是要打你的哟。”见赵轩的脸上没有任何开玩笑的意思，阿宝忽然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哥哥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哥哥以前不是这样的。”赵轩笑，没有说话。半夜的时候，赵轩很敏锐地听见了自己的屋子外面有动静。他晚上睡觉很浅，所以一丁点的动静就察觉到了。他立即起身朝着门口走了过去。结果一打开门，就看见阿宝抱着自己的枕头坐在门槛上快睡着了。赵轩叹了一口气，把阿宝放在了自己屋子里的那张小床上。他也睡不着了，就安静地坐在一旁，长毛也甩着尾巴探了探小脑袋，最后连长毛也被请了进来。赵轩睡不着，就以这样的姿势坐到了大半夜。阿宝已经睡得很香了。就在这时候，赵轩又听见了院子里传来了动静，他起身朝着院子里走了过去。如今天也热，晚上也不算凉，赵恒背着手站在院子里。“阿宝睡着了？”“睡着了。”“来，你娘一直催我。”赵恒伸手将一个小盒子递给了赵轩。赵轩打开这盒子，见里面都是地契一类的东西。“一个人去能行吗？”“可以的，爹。”赵恒伸手拍了拍赵轩的肩膀。“今年过年我们去北周，在北周照顾好自己，有事及时来信啊。”赵轩点头。这一走是真的好几年了。父子俩一直站在院子里，
几乎到了天亮，两人聊了许多，瞅见天色差不多了，赵恒这才抬脚往外走，说道：去买菜。赵轩也要跟上，结果被赵恒制止住了。哎，行，看着阿宝吧，他容易睡过头的。赵轩一愣，想了想又笑了出来。阿宝从床上睁开眼的时候，长毛的尾巴已经甩得飞快了，那急切的样子仿佛在说：快点快点，已经要耽误吃饭了。从这天的早饭开始，阿宝愈发的黏着赵轩，等到要上学的时候，都眼巴巴地瞅着赵轩。刚热乎没2天的爹爹娘亲对他已经没有吸引力了。去吧，中午我去接你们。阿宝这才眼泪汪汪地爬上了马车。阿宝，你说了要去找刘夫子问点事儿的，然后就直接奔着刘夫子的院子里跑了过去。阿宝，你又来找我做什么？刘夫子，我想很认真的问一个问题。刘夫子瞧见阿宝的脸色不是开玩笑，而是有点严肃。说吧，你想问什么？刘夫子，我要多久才能从小学堂毕业哇？虽然你之前也问过我，但是我也很严肃的跟你说，需要4-5年，多了说5年，快的话也是4年。为什么哇？不能2年吗？那也得你的脑瓜跟上啊！阿宝气得跺脚脚。好了，我没有其他的问题了，我会很快的。你以为我不想吗？我比这书院里的任何人都希望你早点从小学堂毕业。我要是真的能将阿宝教成小天才，那赵恒肯定会给我更多的钱，让我建书院、建藏书楼。阿宝从刘夫子的院子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觉得脚步虚浮，整个人都提不上力气来。尤其是想到哥哥很快就要走了，阿宝更是没劲儿了。阿宝，快点过来！阿宝努了努自己的小鼻子，眼神一亮。我好像闻到了什么熟悉的味道。阿宝，我来的路上很多人都在买一个蜡饼，我买了一个，我觉得你会喜欢吃的。阿宝顿时开心的咧嘴。我们不能吃。钱小鸭不解地看向康康，是不卫生吗？我看做饼的那个叔叔挺干净的。不是，你想多了。康康说完，朝着一群小伙伴们道：你们过来，给钱小鸭看看。钱小鸭瞧着，几个人的嘴巴呢微微有些肿。昨晚吃的东西特别辣，所以嘴唇肿了，要每天涂药，至少要3天。你先吃，等我们好了，我们一起去吃。钱小鸭笑着点点头，于是阿宝就眼睁睁地看着钱小鸭又将那饼带走了。小鸭，卖饼的在哪里哇？阿宝还不忘跟他打听这事儿。钱小鸭给阿宝仔细地说着，我觉得那个叔叔选的位置有点偏。钱小鸭说完还不忘说了一句，总感觉他好像不是太喜欢人多的样子。阿宝只是觉得这蜡饼的味道有些熟悉，但是康康和大宝却是对视了一眼。钱小鸭，等我嘴好了你再给我吃。好。钱小鸭跑开以后，我觉得没错，卖蜡饼的肯定是张叔叔。我也觉得是，张叔叔肯定不想让我们知道，所以才不喜欢在人多的地方冒头。大鸭在前面隐约听到了什么，可是他刚要回头问，已经被二鸭拉住了手。哥，不能多管闲事儿的，尤其是我们脑袋不聪明的前提下。你忘了干爹对我们说的话了？没错，干爹说过，脑子不灵光的时候就不要多管闲事。阿宝完全不在意他们在说什么，只想着什么时候能尝尝这蜡饼。虽然康康和大宝都协商好了，不管卖饼的是不是张叔叔，他们都不能好奇，任由事情自由发展。可是有些事情就是这么凑巧。你是张大鸭的爹，我见过你。张大鸭不是说他爹娘都是当官的吗？怎么你在这里卖蜡饼了？张大鸭说谎精。
几个小男孩围在小摊子旁边，哈哈的大声笑着。阿宝顿时看向了身后的一群小伙伴，大声地喊道：“有人欺负张叔叔，我们冲！”说着，赵轩刚停下马车，就看见阿宝带着几个娃蹦了下来，一窝蜂的就朝着张将军的摊子前冲了去。眼看着乌乌泱泱的就要冲过去了，阿宝的2条小短腿儿忽然刹住车了。姐姐说过不能莽撞的，要用脑袋。康康听见这话，顿时伸手捂住了阿宝的脑袋，嘴里大声地喊着：“阿宝，别冲动，别用脑袋！”阿宝的脑袋都被康康给捂住了。大鸭二鸭见此，也跟着上来捂住阿宝的脑袋。一时之间，阿宝都有些喘不过气了，嘴里大声地嚷嚷着：“哥哥救我！哥哥救我！”阿宝，不能用脑袋撞人的，要是撞出毛病来，书院又得找干爹了。我知道的，我知道，我是说要动脑袋。康康一听这话，顿时松开了阿宝。那你说用脑袋，你别吓唬我。张将军没想到会看到这几个娃出现在这里，他下意识地想要推着小摊车跑，可是刚刚在前面嘲笑他的那几个小男孩反应似乎更大。快走快走，赵阿宝他们来了。哪里走？我总能赶上你们的，我明天就去告官府。你去啊，你去告官府啊？你去告什么呀？只要不跟赵阿宝打架，其他的他们都能接受。他奶奶个腿的！张叔叔之前在战场出生入死，你们这样是侮辱将士，你们这样是侮辱将士，严重的话，你们会蹲大牢的。阿宝此时也顾不上喊话了，他的肉饼在被康康捂住脑袋的时候掉了出来。不能吃了，新娘带回家给长毛了。眼泪都要出来了，是他忍了一上午，想要回家路上吃的小肉饼，那么小，结果还掉地上了。康康，你陪我肉饼。赵轩上前，朝着几个闹事的小男孩说道：“我认识你们爹娘，我会把这件事儿跟刘父子说的。书院的德行管教一直很严，希望你们到时候能坦然接受惩罚的结果。”几个小孩不害怕康康他们，但是赵轩一说话，他们都有些恐惧。啊！你们陪我肉饼，都是你们！阿宝转头就朝着几个小男孩吼了起来。那动静啊，吓得他们一溜烟跑了。瞧见他们跑了，阿宝那悲愤的视线又看向了一旁稍显手足无措的张将军，顿时又挖了出来。张叔叔，你陪我的肉饼，你可以用3个蜡饼换。张将军一口气差点要喘不上来。爹，你摆摊竟然不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帮你卖啊！你为什么不去书院门口？2个儿子这样的话，让张将军莫名的松了一口气。其实自从他夫人当官以后，他有很强烈的危机感，总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，难得对厨艺有了些兴趣。他可是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，这才决定出来摆摊的。张叔叔，你这小摊该做个招牌，最好是那种比较容易记住的，叫张街蜡饼怎么样？今晚回去让张爷爷给你写个牌子，明天挂上，这样回头客也好回来找你。阿宝哼哧哼哧地跑了过来，一边闻着摊子上的味道，一边朝着张将军说道：“张叔叔，我也可以给你写的，只要你给我1个蜡饼当工钱，我干活很便宜的。”张将军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，朝着阿宝说道：“你那字儿啊，我早有耳闻，我找你还不如找你们家长毛呢。”阿宝气得跺脚：“张叔叔，你陪我肉饼！”张将军无奈，刚要将仅剩的2个蜡饼给阿宝，却被赵轩阻止了。“张叔叔，别惯着阿宝，他不能吃太多。”虽然中午休息的时间不长，但是大鸭二鸭一回杏花街，还是很开心地跟在张将军的身后。
阿宝他们也没忍住，吃饱了饭也跟着跑了过去。愣是一中午没睡觉，所以几个娃下午到了书院都是昏昏沉沉的。我跟你们说，张大丫、张二丫的爹在东边胡同里卖蜡饼，浑身有烟。他们兄弟俩都是撒谎精。我爹以前就是当官的呀，现在卖蜡饼怎么啦？我跟二丫还考倒数呢。就是啊，我们俩还考倒数呢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对哇，我也是的。考倒数怎么了？我们都是好小孩，但是你们不是哇。这好好的不是说张大丫他们爹卖蜡饼的事儿吗？怎么成了倒数的炫耀大赛了？考倒数你们光荣成这个样子。正巧听见这动静走过来的夫子们，张大丫兄弟俩的心胸貌似宽阔的不像话呀，心态很乐观嘛。还有啊，卖东西怎么啦？卖东西也不丢人的。我以前的梦想还是当小乞丐呢，我爷爷还带我去当过一天的小乞丐呢。我以前的梦想还是当小乞丐呢，我爷爷还带我去当过一天的小乞丐呢。你爷爷也是很乐观了。而一边的二丫顿时满眼放光地跟阿宝说道：阿宝，什么时候咱们去当小乞丐吧？等哪天休息不上学的时候，我们去长安街那边有钱人多，能要到好吃的。得，门路都打听好了。刘夫子赞赏地点点头，朝着身后跟着的几个夫子说道：上课的时候都好好强调一下，若是按门庭来当进入书院的衡量标准，那很多孩子都没办法来书院读书。我们书院名为破山书院，孩子们想来是需要再巩固一下书院名字的来历了。几个小男孩原本想要拿这件事情来嘲笑大丫二丫的，结果大丫二丫压根不在乎，甚至和阿宝一起给自己爹打广告了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好吃富贵的蜡饼，就在外面的隔壁小胡同，有想吃的一定去买。大声叫卖这事儿，阿宝很是在行。几个惹事的小男孩压根吃不住这几个人。阿宝转头就跟大丫二丫一起出去玩了。几个夫子见此，都忍不住点头道：学习是差了些，但是小孩都不错。康康，夫子夸我们是不错的小孩啦。听课的时候，耳朵咋没现在这么好用呢？阿宝的小耳朵动了动，听见这话，顿时不说话了。他又要装耳聋了，只听好听的。大丫二丫，你们要给我带蜡饼吃。大丫二丫脑袋都大了。晚上回家让爹自己处理吧。阿宝他们傍晚放学回家的时候，太子已经站在赵家门口等着了。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群白鹭上西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太子，你怎么来了哇？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。我他妈一句话都还没说呢。安平哥哥。阿宝刚说完这话，他就瞅见站在后面的安平，然后就朝着安平冲了过去。安平哥哥，你回来了哇？你这次回来住几天？回来陪你哥收拾一下东西。阿宝听见哥哥，又想起了哥哥要走的事儿。九毛在这个时候从府里走了出来，朝着站在一边的太子说道：太子请进，我们已经命人将屋子收拾好了。太子晚上要住在这里吗？九毛点头。阿宝忽然很没有缘由地朝着太子问了一句：太子，你是皇上的儿子吗？太子，你是皇上的儿子吗？阿宝见太子不说话，就问道：是还是不是哇？你怎么不说话哇？当然是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这是秘密，不能跟你说的。太子跟在阿宝的后面，仍旧是步步紧跟地问道：你今晚还是睡狗窝？我想想吧。
太子你喜欢睡狗窝吗？太子还想再问，但是已经开始生气了。可是太子不问了，阿宝却又开始问了起来。太子，我们明天休息不上学了，你怎么又来了哇？你给我带烤鸭了吗？太子不说话了，阿宝就巴巴地在那里说着。太子最后实在是受不了了，他背着手就朝着前面走了去。2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这回总背对了吧？安平哥哥，太子也太小气了。我干娘说了，抠门找不到媳妇儿的。太子一直不说话，阿宝就对他失去了兴趣，转头拉着安平去找赵轩了。赵轩此时正在后院的菜园子里拔菜，安平和阿宝见了，也跟着一起帮忙。听爷爷的意思，明天准备包包子。阿宝甚少挑食，只要馅料调得好，他也是爱吃的。倒是太子瞧着赵家这偌大的菜园子，陷入了沉思。我不明白，你们找仆从摘菜不就可以了吗？节约出来的时间可以做更多跟自己相关的事情。赵轩蹲在地头，听见太子这样说，这就是跟我相关的事情。这是能包包子的呀，太子你都不认识。哥哥，你都不知道太子可抠门了，一只烤鸭都不给我带，就知道空手上门。阿宝巴巴地在后面吐槽太子。太子皱了皱眉头，仔细地瞅了瞅这些菜，确实他都不怎么认识，这些对他来说都不是重要的事情。而且他也发现了，这次来赵府跟上次不同，这一次所有人似乎都有些忽视他了，或者说大家对他的警惕心放松了，以至于当他坐在饭桌上听着赵家人叽叽喳喳说话的时候，都有些恍惚。赵家人就这样自然地当着他的面，氛围极好的在聊天。阿宝一边扒拉饭，一边将张将军的事儿给说了出来。你张叔叔是个度量大的人，绝对不会计较这些小事儿。张叔叔度量确实大。怎么说呀？那天我在他们家吃饭，张叔叔吃了5个馒头。由此可见，张叔叔的度量就是很大呀，竟然能吃那么多馒头。哎呀，白瞎，还以为你能说出个1、2、3、4、5呢。姐姐，你不应该让我减肥，我也要当一个度量大的人。赵恒一听，顿时不搭理他了。倒是赵轩在一边小声地给阿宝解释着。这样挺好的，既能赚点钱，也能打发时光。过段时间我也卖鱼去。他很是喜欢钓鱼，钓了那么多也吃不了，所以也要卖鱼去了。张叔叔卖蜡饼挺好的，要不然张叔叔光哭。太子坐在一边，时不时的也被赵家人拉着聊天，最后甚至不知不觉地聊到了择偶观。总之啊，这找另一半是比较严肃的一件事，你总不能娶了以后2个人面对面什么都说不出来，对吧？太子听着听着，竟然觉得这些话很是有道理。年轻人呐，虽说这个用功是好事，但是挑选另一半的时候也得瞪大眼睛啊，别被表象迷惑了。阿轩、安平，听见了吗？兄弟俩点点头。太子虽然没有点头，但是也在心里感叹，此话确实不假。看看那天碰见的几个世家小姐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。还有一点，找另一半之前，你们也得明白自己是个什么人。太子是个抠门蛋。安平在旁边憋笑。今晚都早点睡，别玩太晚。明天咱们全家还得出去采购，准备阿轩出门的东西。阿宝点点头，然后就继续吃饭了，生怕好吃的被太子多吃一口。3天之后，你哥出发的时候，我给你在书院请了假，到时候带你出去送你哥啊。赵恒这话刚说完，阿宝又开始眼泪汪汪了，他眼巴巴地瞅着赵恒，
想跟我哥哥一起去。他不想跟哥哥分开。别说了，等过年就带你去北周找我。一听这话，阿宝那脸上稍稍的有了些喜色。太子看着阿宝那通红的眼睛，他微微皱眉。说实话，他体会不到这种兄妹之情，宫里哪有什么真感情啊？亲兄弟之间也是要争个你死我活的。所幸宫里孩子少，大多都是公主。又不是一辈子见不到，你这么伤心做什么？阿宝懒得理他，又开始埋头干饭。此时的太子压根想不到，他今晚又要经历什么惨绝人寰的事情。跟上次住狗窝不一样，太子这次被安排在一个很宽敞的院子里。大概是今天在赵家一直精神紧绷，所以太子的睡意来得很快。他已经快要撑不住了，毕竟也只是个小少年嘛。可是他刚睡熟，屋子外面的台阶上就响起了惊人的嚎哭声。太子，你去求求皇上，让我哥哥晚些走吧。太子被惊醒的瞬间，都有些云里雾里，还没搞清楚呢。太子，你让我哥哥晚些走。大晚上的，阿宝晚饭又吃得很饱，所以哭得很有劲儿。没几分钟，太子已经撑不住了，可是他想着，这小屁孩总有累的时候，于是就将脑袋埋进被子里，试图等阿宝平静下来。可是这一等，一直等到了很久以后，终于他实在是控制不住了，便气势汹汹地推门走了出来。结果就看见赵轩正坐在阿宝的旁边，阿宝努力地啃肉包，一边啃一边朝着赵轩道：姑姑，我吃饱了，我再接着哭。张叔叔就是这样的。好啊，赵阿宝，怪不得今晚进门的时候你问我是不是父皇的儿子，原来那时候你就想着用这一招了。太子气得牙都哆嗦。阿宝咧嘴，然后又低头啃了一口肉包。阿宝也不管太子，自己吃了一个小肉包，又喝了一口水。赵轩见他晚上又吃了东西，就带着他在院子里转悠。兄妹俩这操作简直要把太子给气死了。你们兄妹俩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人呢？我不睡觉了吗？你们当这里是乱葬岗呢，鬼哭狼嚎的。哥哥你听，他骂人。阿宝不能学这些哦，这些话都不好。你今天不是说夫子还夸你们是好小孩了吗？阿宝点点头，可是太子仍旧在发疯。太子，我姐姐以前跟我说过的，如果他欠了别人的钱，别人找不到他，就要找我要的。因为我是我姐姐的孩子，就是姐姐的债，要小孩还的。我经过很麻烦的，找不到皇上，只能找你了。你是皇上的儿子，找你应该也是好用的吧？让你哥去北周是父皇的安排，你在这里哭一晚上也是没有用的。我知道啊，太子说了不算，可是我哥哥要走了，我心里难受，我心里难受，那太子也不能好受，我都睡不着，太子也不准睡觉。太子的一口血简直要气得吐出来了。他刚要说话，赵轩叹了一口气，朝着阿宝说道：阿宝，时间不早了，哥带你回去睡觉，明天不是还要出去逛街吗？哥哥，我不走，我不睡觉，太子也不准睡的。既然你一定要留在这里，那哥陪你去把那个新的布窝拿过来，你睡在这里。阿宝点点头，开心地跟着赵轩回去拿狗窝。苍天哪，谁来救救我？第二天一早，阿宝原本以为太子吃了早饭就要离开的，可是没想到他们一家人出去给哥哥置办东西的时候，太子也要跟着。
鹅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，一顿一大锅。太子，你坐我的马车哇！我的马车可宽敞啦，我爷爷给我买的。太子下意识地摇头。哈哈，太子，你们小孩坐一个马车。说着，老郑国公赶着前头那辆马车就跑了。站在原地的太子瞅着不远处朝着他龇牙咧嘴的胖墩墩，只觉得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啊。太子生无可恋地坐着赵家的马车，他原本以为赵家人会去那些卖东西很贵的地方，结果赵家人根本不按套路走，反而他们去买了棉花，买了布料，又买了很多肉，总之大多都是原材料。买着买着，太子才后知后觉地问道：你们要自己做？当然啦，我奶奶说了，家里小孩要出远门，都要给准备东西的。太子一路跟着赵家人，看着赵家人仔细地挑选着东西，哪家的大米，哪家的布料，都是先问了赵轩再挑选。一家人说说笑笑的，时不时的还给阿宝买零嘴儿，有时候顺手也给安平买了一件。有那么一瞬间，太子在心里问自己：我到底是不是幸福的？半卷诗书半卷尘，北周燕子正催人。可怜最是窗前柳，绿到天涯不肯春。阿轩呢？赵恒将赵轩喊了出来，指了指石桌上的东西：来，给你的。是一把极好的剑。路上会碰见什么？心里有准备吗？爹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好，既然你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，那我也不再多说什么了啊。赵轩点头，紧紧地握着那把剑。他看到了那把剑的剑柄上有个小猪头，不出意料，肯定也有爹娘留下的痕迹。那个你明天出发的时候，阿宝他可能总之说两句，你就一直往前走。赵恒最后又交代道。赵轩点头。赵轩出发的这一天，杏花街的娃娃们都来了，城门外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阿宝就只眼巴巴地盯着赵轩。他从来没有与哥哥分开这么久，爹爹娘亲不在家的时候，都是哥哥照顾他。阿宝，不哭了啊！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很快你就能到北周来见我了。我不要哥哥走。哥出发以后，你就是家里的大姐了，你要时常给我写信啊。阿宝什么也说不出来了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哭着。好了，阿宝，哥要出发了，再不出发路就不好走了。好不容易才说动了阿宝，可是就在他骑上马的时候，阿宝忽然撒开腿，开始跟着跑了起来。他跑得特别快，一直追在马的后面。赵恒叹了一口气，只得追了上去。阿宝一直跟在赵轩的马儿后面跑，一边跑，以前跟哥哥在一起的场景都浮现了出来。以前在村子里的时候，哥哥带自己出去玩，送他去上学，哄他睡觉，给他买好吃的。很快赵恒就追了上来，一把将阿宝给抱了起来，然后父女俩上了马，赵恒就带着阿宝跟在了赵轩的身后。阿宝啊，就在前面的亭子那里，我们就看着你哥走啊。你哥要是再耽误时间，今晚天黑之前那就到不了落脚地了。听见赵恒这句话，阿宝这才安静了下来。他安静地坐在马上，看着哥哥的马越跑越远。在那马即将消失在自己的视线的时候，阿宝两手圈成圈，忽然大声地喊道：哥哥，早点回来！父女俩就这样一直目送着赵轩离开了京城。宫里，裴文帝和太子正在说话，听见太监来报，他抬眼问道：赵家那小子已经走了？赵家人刚回杏花街，听闻赵家大小姐
好像撑不住晕过去了。不过是养兄妹，竟然也有这么重的感情。裴文帝嗤笑了一声，然后就朝着坐在对面的太子说道：太重感情，不是一件好事。父皇，倘若一家人感情和睦……打住，那一套别带到宫里来，别忘了你的身份。你稍有心软，这位子便会易主，父子尚且如此，更不必说旁人了。是。赵家就是京城的另类，你别学了些歪毛病。裴文帝不忘吐槽赵家，太子点头，可心里总觉得不对。赵家的氛围，只要你去过一次，就会感觉到不一样。阿宝回到家以后就有些不舒服，懒懒的提不起精神。赵恒和王春娘一直陪着他，大丫二丫他们也守在一边。就在大家以为阿宝要睡过去的时候，他突然坐直了身子，大声地喊了一句：娘亲，我要去上学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娘亲，我要去上学。阿宝，干爹已经跟书院说了，咱们今天不必去了。我要去，还有一下午呢，我要去上学。我要赶紧从小学堂毕业，这样哥哥就会回来了。干爹干娘出征的时候你也这样说的，结果没坚持多久。我知道，这就叫3天打鱼2天晒网。阿宝，歇一天吧，明天再去，也不差这一天了。你们几个要不要让人给你们送点吃的？干娘，你去忙吧，我们看着阿宝。王春娘见阿宝也不反对，这才将空间留给了孩子们。二丫见阿宝一直有些郁郁寡欢的，她便在一边开口道：阿宝，你不能这样，干爹跟我说过，碰见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儿，就让我顺其自然，不要强求。虽然我其实也不太明白什么叫强求，但是干爹说的应该是对的。半卷诗书半卷尘，北周燕子正催人。可怜最是窗前柳，绿到天涯不肯春。不对的，二丫，你不能光听我爹爹的。我爹爹不是玉皇大帝，说的话也不一定对的。有可能玉皇大帝说的话也不一定对。康康和大宝要被两人这对话给听懵了。阿宝，我问你，要是过些天我们也被送到很远之外的地方怎么办？你们为什么要被送走啊？你们要是被送走，那我跟谁玩玩？阿宝现在本就有些难过，听见康康这样说，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你现在不能萎靡不振，你要好好过啊！你要争取下次再有人要把大哥或者我们送走的时候，你能拦住啊。那我把你们绑到山里也行吧，也是个办法。康康，你别不信，山里我可熟了。那你就赶紧振作起来啊！可我想哥哥啊，我要很久很久才能见到我哥哥了。算了，就这样躺一天吧。待会儿我让人带饭来，吃饱了你就去睡觉。明天就要好好上学了，我们总不能一直被大人保护着。阿宝听见这句话一愣，对哇，我不能一直被爹爹娘亲他们保护着，我也要保护他们。可是康康，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我们先保护好自己，不让他们担心，就是最好的自我保护了。阿宝想了想，觉得很有道理。门外，赵恒和王春娘蹲在门槛旁边，夫妻俩听到这里，都是松了一口气。有孩子们陪着，阿宝也不至于太伤心。赵恒点点头，没有穿鞋的阿宝已经狂奔了出来，瞅见他爹娘两人还没有走，一副要跑的样子。娘亲，我刚刚听见你说话了，你跟爹爹怎么偷听小孩说话哇？王春娘一愣，你娘放心不下你，才拉我过来偷听呢。哼，我娘亲，小孩说话不能偷听的，下次
你们钱了。行，娘答应你。然后转头看向赵恒，咬牙道：“走吧，夫君。”赵恒这才淡定地跟了上去。我让你走的，你非不走，被阿宝抓到还说是我，你不要脸！赵恒没有反驳，只笑着跟在王春娘身后走。中午的时候，康康让酒楼那边送了饭菜过来，几个娃就窝在院子里吃饭。阿宝，下午的时候我带你们去个地方，我也是刚刚知道的，今天咱们偷偷去看看。阿宝好奇地仰头，见康康一脸认真，就点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我就先听你的。虽然我才是大姐，但是你带这么多好吃的，我今天勉强听你的。”下午的时候，梁府的马车将几个娃全都接走了，连大喜也没有放过，一起接了过去。康康，我过了夏天才能上学呢。嗨，这不是去书院的，先去酒楼。一提到书院，阿宝安静地缩在角落里，仿佛一只害怕的鹌鹑。大宝看破不说破，也没有提去书院的事儿。很快，几个娃就到了酒楼，掌柜的都不用招呼，康康直接带着几个小朋友到了酒楼的顶楼。阿宝，你瞅瞅，那些人在做什么？只见那个院子里，一群跟阿宝他们差不多大的小孩，跟着一个像是夫子模样的人在弹琴。这也是书院吗？不是，骊山书院每逢每月的3、8会休息，今天是初8，他们应该是休息的。只不过一部分人来了这里，跟着夫子学弹琴。我听我娘说，下午的时候他们还会学练字。总之就是休息的时候，他们也在这里上课。阿宝一脸惊恐地看着康康。康康，我们不用去吧？阿宝，我只是带你看看骊山书院的人寻常在做什么。你不能因为大哥去北周就一直难过，我们明天还是要去书院好好上学的。阿宝看着那些人埋头学琴的样子，又瞅了瞅自己胖胖的手指头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我知道了，我不能一直伤心，我得好好学习哇，好好吃饭，这样哥哥回来的时候我还是白白胖胖的。要是哥哥一直在京城就好了。别想了，阿宝，大哥以后也会成亲的，也会生小孩的。就像是那天那个卖饼的大娘，她不是骂他儿子吗？说他儿子娶了媳妇就忘了娘。要是我的话，我估计我忘不了我娘，但是我可以忘记我爹。为张叔叔默哀1分钟。阿宝却没有太多的意外反应，他点点头道：“我当然知道，我哥哥以后也会生小孩的。我娘亲还说了，我要是生了小孩，也可以让我哥哥给我带。才多大，别整天小孩小孩的，我们自己都还是小孩呢。”阿宝点点头。而且我现在也不想长大，我要是长大的话，我爹爹娘亲就老了。要是爹爹娘亲也能种地里就好了。我爷爷说了，等他老了就去地里了。一听这话，阿宝的眼睛顿时一亮。真的吗？真的去地里吗？怎么去？种下去的吗？我也不知道哎，反正就是在地里。我爷爷说的，等我今天回去问问我爷爷。阿宝点头，对这件事情表现出了莫大的兴趣。大宝在一旁交代道：“阿宝，你别回家找干爹干娘问啊。”为什么哇？我什么都能问的。大宝求助的眼神看向了康康。大宝，你忘了，我们不能随便干预别人的决定的。阿宝想要挨打，那就挨打吧。阿宝回来没有啊？阿宝怎么还没有回来呀？有没有派人跟着他呀？13呢？哎呀，爹呀，您老已经说了一下午了啊！来，喝口水，润润嗓子吧。
哎呀，我还没老呢，你就嫌弃我了？爹放心，13跟着他们呢，梁家也跟了不少人，没什么事儿的。老药王还是不放心，干脆搬着小板凳到了府门口守着。老郑国公见此，说道：我要是不去，岂不是显得我不亲近阿宝？我也去。宋氏坐在一边，他很平静地跟赵恒夫妻俩聊起了北周的事情。阿宝回来了，肚子饿不饿呀？爷爷给你炖了汤。老药王跟在阿宝旁边巴巴地说着。大宝试图想要再叮嘱一下，但是阿宝已经跑进去了。老郑国公瞧见大宝站在赵家的门口也不走。怎么了，大宝？大宝也不知道咋开口，就只得语速很快地说道：岳爷爷，你待会儿多看着阿宝，别让阿宝说什么奇怪的话。说完这话，大宝就跑开了。老郑国公还有些摸不着头脑。阿宝别说什么奇怪的话。种地里长不出来，那不就是烂在地里了吗？想到这里，阿宝哭得更伤心了。张将军正摆摊回来呢，他隐约地听见了一点哭声的动静，忍不住啧啧感叹道：哎呀，肯定是赵阿宝要挨打了。能让整条杏花街都听见的动静，绝对是赵阿宝无疑了。你若是想让我们活得长久一些，就小声哭，或者不要让我生那么多气。姐姐，真的吗？我要是不惹你生气的话，你能多活100年吗？罢了，喝汤去吧啊！你爷爷给你熬的汤。阿宝想了想，也是，先填饱肚子再说。说完，他就噔噔噔的去吃饭了。看着他头也不回的样子，赵恒嫌弃的瞪了他一眼，倒也不必跑得这么快。老郑国公在一边感叹道：这些孩子们懂得太多了，生老病死都是常态，哪能尽如人意呢？爹呀，您老也多活100年吧。赵恒朝着老郑国公看了过去。阿宝吃饱喝足以后，就又找赵恒和王春娘了。姐姐，我睡不着，我想我哥哥了。那你现在扔下我跟你娘去找他去吧，让九毛去给你牵匹马。哎呀，我跟你娘年纪大了，哎呀，反正你也不想待在我们身边，就让我们老两口在京城里边自生自灭就好了。阿宝一脸目瞪口呆地看着赵恒，仿佛听不懂赵恒在说什么话。倒是王春娘已经惊呆了，她想着这些话从赵恒的嘴里说出来，真是太不要脸了。阿宝也不恼，他歪头朝着院子外看了过去，果然瞧见了九毛站在外面，仿佛时刻准备着要给他去牵马一样。姐姐，你不送我去吗？你跟我一起去，我们就还是好朋友。你不跟我一起去，肯定是不喜欢我啦。这下子赵恒和王春娘一起惊讶了。说吧，谁教你这么说的？阿宝就朝着赵恒伸出了小胖手，说道：这是另外的价钱啦。赵恒虽然骂骂咧咧，但还是给了阿宝一个铜板，毕竟阿宝是不嫌弃铜板小的。姐姐，是康康经常给我们说的。小玩意儿，怎么说的？这个不能跟你说的，是我们小孩的秘密，好像是摘星楼里的姐姐们跟康康说的。康康这孩子见识多，这样给他们培训一下也不错。康康还教你什么来着？来简单说说。还有就是他们家以前的那些姨娘们怎么说话，让我们以后碰见了不要搭理。赵恒坐在那里，竟然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。康康这小子，
想的挺多，是块好料。所以姐姐，你到底要不要送我去见我哥哥啊？我们不是好朋友了吗？从今天开始啊，我们就不是好朋友了。你哥不是交代你要在家里边听我们的话吗？行吧，那就听你的，谁让你年纪大呢？其实我最大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阿宝迷迷糊糊的吃了一碗饭，就这么跟着小伙伴们去了书院。好巧不巧的，今天上午夫子讲了孔融让梨。阿宝听着听着又想起哥哥了，哥哥经常给他好吃的。阿宝听着听着就开始眼泪汪汪了。坐在阿宝前面的小男孩听见阿宝的啜泣声，阿宝，你是不是又饿了？这是我娘给我带的包子，你要不要吃一个？阿宝想了想，还是伸出爪子接过了那包子，但是他也还了小男孩一个肉饼。大宝坐在一边试图阻止阿宝上课吃东西，不过阿宝只是接过了包子，并没有吃，而是放了起来。赵阿宝，你对这个故事感触这么大吗？起来说说你的感受吧。夫子也看见阿宝哭了，他直接将阿宝喊了起来。夫子，我今天下午不来上课了，我要回家。我哥哥走了，我想我哥哥了。阿宝越说越伤心，开始小声地啜泣了起来。夫子是知道赵轩远行的，所以他只叹了一口气。下课再说吧，先上完今天上午的课。上午一下课，阿宝就背着小布包等着回家了。夫子，你不能放阿宝走。为何？他如此伤心。干爹干娘今天有事儿，不能回家，所以阿宝回去也只是躺着。而且干爹交代我们今天中午去我家吃。可我话已经说出去了，言而无信，着实不好啊。没事儿的，我让人送饭来。阿宝下午要是问夫子，夫子就说请假需要告诉干爹就行了。夫子看了一眼外面已经等得着急的阿宝，到底还是点了点头。算了，就让这些孩子们自己来吧。外面，阿宝瞅见夫子离开了，他还很开心地朝着夫子挥挥手，笑着说道：谢谢夫子，明天见。阿宝这才大声地去喊康康他们。我饿了，快去吃饭吧。我让人来送饭了，马上就到。你要回家吗？还是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？阿宝站在原地犹豫了一下。那我吃完再走吧。总之，阿宝就这样被忽悠着，下午又留在了这里。阿宝，你不是下午不来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阿宝看了看旁边的大宝和康康，他也不知道要怎么说了。康康说姐姐娘亲不在家，回家也是自己玩。阿宝别想了，今晚咱们去吃好吃的，比中午的还好吃。再说了，再过不久咱们就要放假了，可以玩一整个夏天呢。阿宝想了想，还是有些坐不住。他想哥哥了，不想上学了。这天傍晚，赵恒夫妻俩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书院。赵将军，阿宝今天上午嚷嚷着想他哥，下午就不来了。结果这话传到了别的班，好几个小孩都以想家为由，不想来上课了。一问，说是跟小学堂的赵阿宝学的。可是姐姐，我被康康拉回来了哇！阿宝瞪着另一边站着的几个小朋友道：他们就是拉不出粑粑，怪茅坑臭。赵恒站在原地沉默了一会儿，他算是发现了阿宝最近的脑袋越来越好使了，换言之啊，就是越来越难管了。来，过来。两个娃快步赶了过来，大丫拉着二丫哼哧哼哧地跟在一边，朝着赵恒说道：大爹，你为什么不喊我们俩啊？我准备让他们两个带阿宝回去，你们俩确定能喊动阿宝吗？大丫二丫兄弟俩沉默了一下，有吃的应该可以，不过他们俩现在手里没啥吃的。你们两个呀，待会儿带着阿宝转悠一下，
拖延一下时间啊，尽量晚点回杏花街。康康点头。最重要的是，千万不能带他去吃东西了啊，要饿着肚子拖延时间。大鸭二鸭在一边摸不着头脑。哎，大宝，干爹这是啥意思啊？就让阿宝减肥吗？大宝摇摇头，很是小声地趴在大鸭的耳朵边道：不是，是阿宝又要挨打了。大鸭顿时摸了摸自己的屁屁，不去多管闲事了。毕竟他跟弟弟只有挨打的份儿。爹爹娘亲去哪里玩？不跟我们一起回去吗？干爹干娘有重要的事儿还没做完呢，是被父子们急匆匆叫过来的。康康，我饿了，我们去吃饭吧，我想吃炒饭了。阿宝，马车坏了，我们得走回去了，走回去就吃饭好吗？正好我们可以顺路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。阿宝也没有多想，反正他想着待会儿顺路正好可以买点好吃的。然后阿宝就这么被骗着一路走回了杏花街。路上，康康和大宝专挑没有卖东西的胡同走，弯弯绕绕的，阿宝都累了，也没有看见一家卖东西的。今天的路怎么不对哇？到了杏花街的时候，康康打着哈哈跑开了。见此，大鸭二鸭也赶紧跑了。阿宝，就送你到门口，我家里还有活，我先回家了。大宝还是很认真地解释了一句，然后就快步地跑回了家。阿宝饿极了，快步朝着门槛翻了过去，然后就嚷嚷着要吃饭了。结果除了爹爹、九毛和长毛以外，谁也没有看见。爹爹，我饿了，你有没有带饭回来吃哇？赵恒慵懒地躺在椅子上，朝着九毛说道：哎呀，九毛啊，这个阿轩离开之后吧，你说我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，一点做饭的心思都没有。我不吃饭了。啊，姐姐不吃饭了，那我的饭呢？姐姐，我饿了。你喊我，我也没有办法呀，阿宝啊，爹爹实在是吃不下饭，爹爹太伤心了呀！哎呀，你娘他们都不在家啊，你自己看着鼓捣一点吧。阿宝一点也不生气，因为他自己会捣鼓饭吃的，毕竟后厨里的材料也不少。结果阿宝刚要跑，九毛在一边语气小声地说道：大小姐，后厨里啥也没有。阿宝啊，爹心情实在是不好，想着也不愿意做饭，就把后厨里的东西都给清空了。我真是太想你哥哥了。哎呀，他一脸懵懵地围着赵恒转了好几圈，最后见爹爹真的没有要去做饭的意思。爹爹，我饿了，那我能出去要饭吗？哎，你不是想你哥吗？哎，你不是想你哥吗？你竟然还能吃得下去饭？当然啦，我当然能吃饭啦，我吃饱饱了才有力气想哥哥。啊，那你上学的时候怎么不这么想呢？啊，赵阿宝啊，你不能拿着你想你哥这个借口来逃避上学，是不是？你就算学得慢，爹都不曾说过你，可你不能想着每天逃课。阿宝想了想，爹爹说的好像也是这个理儿。听懂了吗？啊，听懂了就去要饭去吧。啊，要完饭回来把检查写了。阿宝刚要走，又噔噔噔的转身跑了回来，朝着赵恒问道：姐姐，你今天想吃什么哇？我给你要一份。在赵恒的白眼中，阿宝带着长毛噔噔噔的跑了出去。想到最近张叔叔一直做蜡饼，阿宝带着长毛噔噔噔的就朝着张府跑了过去。半个钟后，阿宝已经跟大鸭二鸭坐在一起吃饭了。爹娘亲，我有个问题，为什么人老了以后会去地里挖？种在地里吗？头朝上还是朝下挖？一听这话，老郑国公顿时慌了。此时此刻他才明白过来，刚刚大宝交代的话是什么意思。
可是，别说老郑国公慌了，就是赵恒也有些摸不着头脑。阿宝为什么会这么问啊？他生怕阿宝将小人参的事情给说出来。我要是长大的话，姐姐娘亲肯定就老了。老了的话，去地里做什么啊？还能重新长吗？傻孩子，又不是地瓜，种地里还能长。人老了就是要埋在地里了，可长不出什么东西来。老药王叽里呱啦的还没有说完，人就被宋氏给拉到了一边。下一秒，阿宝惊天动地的哭声就喊了起来。种地里长不出来，那不就是烂在地里了吗？大爹居然不给你饭吃，还让你来我们家要饭。快吃吧，快吃吧。怎么样，我爹做的饭是不是还挺好吃的？阿宝吃得很是开心，带动着大鸭二鸭也跟着嗖嗖的吃着。真是三个饭桶啊！怪不得老话常说，半大小子吃穷老子。张叔叔，还有炒饭吗？我得给我爹爹带一点哇，他也没有吃饭的。这咋还连吃带拿呢？见张将军一直没有说话，张叔叔，买你的。张将军见状吃了一声，将那银锭给收了回去，老实的去盛饭了。只不过自己嘟嘟囔囔的说道：看不起谁呢？我现在也是赚钱的。阿宝刚要咧嘴，看见长毛还在一旁眼巴巴的看着自己。张叔叔，还有长毛。孩子们，等到你们放假，我们准备带你们去山上住几天，去感受一下田间劳作。几个娃很是开心的嗷嗷了起来。所以未来这几天，你们好好学习，好好考试，我们去安排一下。阿宝开心极了，他喜欢种地，喜欢去山上。给你，带回去给你那没吃饭的爹。阿宝咧嘴道谢，然后也顾不上跟小伙伴们玩了，带着食盒就回家找爹爹了。赵恒还坐在躺椅上，仍旧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。阿宝啊，我吃不下饭呢，爹真是太想你哥哥。你快把这些东西都拿走吧，啊！不行，大姐姐，你得先吃饱饭，才能想我哥哥。总之我吃不下饭，你先去玩吧。阿宝干脆一屁股坐在了赵恒的身边，朝着赵恒说道：姐姐在哪我就在哪。于是乎啊，阿宝一直守着赵恒，守到了天黑。而这个过程中，赵恒始终都没有碰过那食盒，说到做到，当真是做出了一副吃不下东西的模样。姐姐，我熬不住了，我要去睡觉啦。去吧，去睡觉吧，我再坐一会儿啊。阿宝见此，就带着长毛回去睡觉了。阿宝的睡眠质量向来是很好的，一回去简单的洗漱后，就开始呼呼的睡了起来。而在阿宝睡下的时候，赵恒拎着食盒坐在了阿宝的房间门口吃了起来。九毛跟在一边，很是有些无语的抽了抽嘴角，问道：叔子，这样真的好吗？为何不好啊？这姓张的最近这个做饭做真是不错。你也来一块。九毛一时半会儿有些不敢吃，他已经开始为大小姐担心了起来。果然，阿宝睡到半夜的时候，长毛先是喊了一声，但是那声音很快就呜咽了下去，明显是不敢再大声喊了。然后就传来了赵恒很大的嚎哭声。